好，今天的开箱呢，我个人很期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多萤幕的人。我在上班的时候是用4个萤幕，然后在家里的时候是用3个萤幕。我个人会觉得萤幕越多的时候，我的工作效率越高。那我理想的是被一堆曲面萤幕包覆起来，有点像战斗机那样，就把我整个框起来。不过这个工作习惯会造成我在外出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像我如果带着我的笔电出去剪片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单一的萤幕。那这个问题，不论是你是15寸笔电、14寸笔电或13寸的笔电，基本上都是没办法解决的。那单萤幕的状况就会造成我工作效率下降许多。而今天我要开箱这款产品，希望可以完美克服外出工作的时候单萤幕而造成工作效率的低落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开箱就是这个，哒啦 ，ViewSonic 的 TD1655，那这是一个随身的萤幕，是16寸的 Full HD 的萤幕，而且厉害的是它是有触控萤幕的，所以说个人蛮期待。然后这个品牌 ViewSonic 其实是一个很有资历的萤幕大厂，包含我现在在用的萤幕也是用他们家的。然后大家最有印象应该就是这个，哇，3只彩虹鸟，这个我真的是从小看到他们家3只小鸟看到大，没想到我做频道也做到，就是可以跟他们有合作的时候，真的是蛮令人感动的。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今天的产品吧。说明书和一个试镜布，再来就是萤幕的本体，哇，蛮轻的。然后接着还有更多的线材，我都先把它拿出来，好看。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先从配件看起吧。萤幕的本体先放旁边，这个应该是他们随附的这个磁吸的保护套，哇，做的其实蛮有质感，然后印着他们家的 logo， 很不错。它应该就这边吸住之后盖上去，把那萤幕保护住。好，接着是它有附一颗这个变压器，还蛮大一颗的，然后走的这个规格是 Type C 的规格，然后附了3条线。第一条线的话是 Type A 转 Type C 的线，然后第2条的话是 Type C 转 Type C 的线，而且它这个还有做这种倒角的，所以说你的线材比较不容易会折到，这件事情还蛮细心的。最后一条的话是 Mini HDMI 转 HDMI 的线，所以说它是输出萤幕在用，然后它还有附这个保护套，蛮好，所以它其实线材给的非常完整啊，这点很不错。然后再来这个，哇塞，这是一个触控笔耶，然后它还有附上一个这个可替换的头，所以它应该是可以替换的，然后质感还蛮不错，就是这种摸起来是有点消光的那种感觉，头应该是可以替换在前面这个位置，如果你觉得它有损耗的话，你可以换头，而且还不错。有做触控笔的手机今年都不附笔头，它有附这个替换笔头，蛮好。接着是说明书和一个试镜布，所以说基本上它的配件很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们的萤幕本体啦。哇，这就是他们的萤幕 ViewSonic， 整个超大一片的，超级亮，我觉得它应该会照到我的脸，看起来好恐怖哦。好，这先放旁边，我们大家再好好看它的萤幕本体。所以说它整包的东西其实刚刚的箱子很大，它里面的东西其实蛮轻便的，就是一个萤幕16寸的蛮大，然后一个这磁吸变压器，3条线，1支触控笔和它的笔头，试镜布和说明书。我觉得配件给的非常的齐全，它不论是线材啊，或者是保护套或试镜布给的都是非常完整，然后还提供一支触控笔，我觉得非常优质。因为有时候你在买一些萤幕或显卡的时候，它有时候线材都会少，你还要额外再去购买，我觉得是超麻烦。那这点的话很不错。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萤幕的本体。萤幕的话，整个非常的大，是一个16寸萤幕，然后看起来很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它背后的样子。哇，背后的话是一个法丝纹，然后是这种2面材质的设计，我觉得整个的设计质感很不错，然后是金属的机身，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它的脚架部分，看一下哦。它就这样可以立起来。那它的脚架的话，目前看起来它的脚架的角度最多的话可以到这样，所以说它的萤幕最扁可以到这样，最高。其实它的萤幕很活因为它每个角度都可以停，所以说它可以随时悬停，很不错。然后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萤幕的机身是走这种材质的，那最薄的地方是6.1mm， 最厚的地方是14.7mm， 它整个的重量是来到了0.94公斤。其实以一个16寸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还算蛮轻的。那它包含这个支架和这个萤幕的部分，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I/O port 的部分。I/O port 的话，主要集中在它的左侧，就是这个位置。然后走的是2个 USB 的 Type C， 一个会是充电的，是可以让你输出。那充电的瓦数最多是可以到60瓦。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个 Mini HDMI 给你，还有一个耳机孔。它这款里面是有内附2个0.8瓦的喇叭，这2个洞应该就是它喇叭的输出的位置，还有内建电池。那左边的话，这边会有一个 Joy Key， 就是它有电源开关上下左右位置
都会在这里。喇叭这下面好像有做开孔，所以这边应该还是会有声音的输出。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盖上去的样子会长什么样子。应该皮套就是像这样吸在这后面，这样吸住以后，它就可以把我前面完全盖住。那你要使用的时候就是这样掀开，那整个的话就会做到一个蛮完整的包覆。那你的荧幕放在包包的时候就不会受损，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然后你要打开的时候就是这样打开做使用，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搬那个脚架，看你想要到什么角度。所以说整体而言，我觉得给的东西蛮齐全也蛮好。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试用一下这款荧幕，我们直接接我的手机看看，接上我的手机了。哇 ，ViewSonic 哇连进来，感觉整个会像这样。那我如果来播放一些画面的话，哇，荧幕超大就是手机在旁边当画面的来源。那你也可以用它触控的模式，所以你可以这样。然后它里面有内建喇叭，可以调整它的音量，像这样就可以听到它的音量。所以说你也不用额外带喇叭，我觉得这点来讲的话还蛮不错的。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黑边在，所以可视的范围是15.6寸，然后使用的是 Full HD 的 IPS 触控荧幕。那它可以使用触控笔去做触控动作。最高的亮度的话是250 nits， 那色域 sRGB 的话是64%， 更新率为60赫兹。那荧幕的硬度是来到6H， 那支援的抗蓝光的部分。所以说它这块荧幕的话，其实基本上在外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已经蛮够用。那你只是想要再多一个显示的荧幕的话，这块荧幕应该是蛮胜任。好，那接着就是我来试用这块荧幕几天，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整个试用的心得，包含它连接手机啊、电脑、平板的感觉，然后以及它这样子如果直接接手机的耗电的状况是如何。那我们就改天见啦。2000 years later。好，那我使用了这款 ViewSonic 16寸的随身萤幕一段时间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整个的使用的感觉。那首先就是我觉得它这款的画面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不过我会建议你是插上电源去使用，因为它插着电的时候，你才把亮度啊对比调高一点。那我觉得拿来追剧或者是拿来看你手机上的照片，或者是当第二个萤幕都很爽。那不过有点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解析度是到1080p， 这点要注意一下。那声音的部分，因为它这个是有内建喇叭的部分，不过它的声音喇叭的推力就稍微偏小一些。那在我手机去输出的情况之下，我都是把它开到这个的萤幕调到最大以外，我的手机的音量也是调到最大。那音质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堪用的程度吧，就是会有一点点闷闷的感觉。然后接着我讲一下它连接手机和连接电脑的感觉。连接手机的情况下，我觉得很爽，因为你直接就可以用触控的方式去点这个大块的萤幕。不过因为手机比例的关系，它会有一些边框是有点浪费掉了。那即使是缩放到最大，就是你看 YouTube 的时候缩放到最大，它的最上下的2节也是没有全部用完，所以这点是有点可惜。不过这一点的问题，在你打开那个 Samsung DeX 的模式之后就完全改善，你可以用到所有的边框，那也可以用16:9的尺寸去播放 YouTube。而且它很有趣的是，在这点的情况下，你声音的输出的选择可以选择是手机输出或者是萤幕输出，这个真的很不错。因为假设你手机的喇叭是不错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走手机的。像我这边就有录制一段我 S20 Ultra 跟这个内建萤幕喇叭的声音的比较，那你也可以听一下它内建喇叭的感觉是怎样。好，然后接着我讲一下我连接笔电的感觉。我连接的是 MacBook Pro， 那这个我觉得很棒，是它除了多了一个萤幕的延伸以外，它还有可以触控这件事情。你可以在 MacBook Pro 上用按的，就可以去达到你想要做的操作。那块萤幕就突然变得可以触控，我觉得这点真的很爽。那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它这款其实也支援了直立的显示，就是你把这个调成这样之后，它是可以直着放，它这脚架是可以直着这样立着的。所以说，假设你是有直立萤幕需求的人的话，你是可以直接用后面的这个脚架去做到直立的事情。那不过直立的设定就要从你的电脑或者输入端那边去设定。然后接着就是它的续航力的部分，因为它这款是没有内建电池的，所以它如果你真的是用手机或者是用电脑去连接的话，它就是吃手机和电脑的电。那我这边有实测它播放 YouTube 10分钟，然后它原本预设亮度是15，不过我觉得有点暗，所以我就把它调到了30。然后萤幕的音量和手机的设定音量都是开到最大的情况下，我用 S20 Ultra 是5000毫安时的电池，播放10分钟 YouTube 的耗电量为5%。在这个亮度之下，我觉得观看是很舒服以外，它这个耗电量我觉得也是蛮 OK， 所以5% 来讲10分钟的话，我觉得你整个播到手机没电大概也会有200分钟上下，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然后我以2017年没有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13寸来测试的话，播放 YouTube 10分钟的情况下是耗电6%。那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回推起来的话，你大概把整个 MacBook Pro 播完，大概也会有个166分钟上下。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拿来当第二个荧幕来观看影片啊，或者是拿来做一些文书的工作情况下，耗电力是还不错的。所以这点我觉得还蛮好。然后最后就来到它的价格，它这款的价格是9988元，然后有提供3年的保固。那我有问他说有没有试用点，因为毕竟产品可能大家去自己去试用是最好的。他们目前的试用点还在规划当中，那如果规划完成的话，我会补在那底下的资讯栏。所以如果你真的对这款产品很有兴趣，你可以去资讯栏看一下他们的有没有试用点去试用一下，是最准的。好了，那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款真的是一个蛮便利的产品。它除了有达到我一开始希望的多个萤幕以外，它甚至会让某部分像是 MacBook Pro 多了触控啊，或者是搭配三星的 Samsung DeX 的感觉都很好。就是你甚至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文书处理，只要这块萤幕一条线和手机就可以做到。那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这个后面这个脚架，除了它这个可以照你喜欢的去调整以外，它这个法丝纹的设计我也觉得很不错。那整个的外观和做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成熟然后还不错的产品。我也讲一下我觉得它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它的喇叭吧，它的内建的那个喇叭的音质我希望可以再更好。然后接着就是我会希望它还是自己有的电池在，因为毕竟虽然说要外接手机和电脑都 OK， 但我觉得它可能如果有个电池放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这边是有做一个弧度，这边再塞一颗电池，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好啦，那这就是这次的开箱啦。那我觉得这款萤幕其实蛮不错，那推荐给那些真的很有外出工作，或者是你跟我一样是多萤幕上瘾的人。好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ciao ciao，拜拜。